啊！吉利！小桃桃，你。 你快跑！江先锋！吉米仙子，
师傅，快去通知傅弟，熊奇作乱捣毁了南天门，请他速派兵前来驰援。
都说了我没有种完，这还说？天道毕，日月聚，出杳杳，入冥冥。女魔主，金仙子，你刚才给他撒的什么呀？仙人掌刺半花粉。刺心。
魔杵。啊！这个怎么用啊？跟我念。天道壁，日月聚。天道壁，日月聚。出杳杳，入冥冥。出杳杳，入冥冥。魑魅魍魉。魑魅魍魉，后面是什么呀？接香王。接香王。锦觅仙子，锦觅仙子，锦觅，永别了，凤凰，帮我跟长房主道个歉，就说来世是穷奇的血。我知道，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毒侵骨髓了？你刚才做得很好，封印成功了，穷奇的血毒已经被羽魔杵消除了。啊？啊？那我也太厉害了吧！锦觅，我在这里。肉肉，肉肉，你在哪儿啊？肉肉，我在这里。锦觅，锦觅，我在这里。顶，肉肉，你是在鼎里吗？锦觅，我在鼎里，你快把我放出去！锦觅，快救我！我好难受！锦觅，快救我！我好难受！快救我！救我！锦觅，快救救我！肉肉，锦觅，你能帮我把这火印解开吗？我被这火印烤得难受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我要被烧着了！我来救你，锦觅，快帮帮我！我来救你，锦觅。
拿下！不是，护世军犯了什么罪了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围攻他？回头再给你解释。护世军！啊，小仙光，你来的正好。不会是来劝架还是打架的？如果是打架的，大可不必了。我顾不着凤凰一个人就能灭了他。哎，小仙光，你快去劝劝他们，让他们别再打了。你赶紧劝劝他们吧。别着急，我需要验证一件事情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放心，我们目前还不会要了他的性命。年幼，方才我见你水系术法修为尚可，不知遇见你们水系大宗师夜神殿下能打过几场？我们夜神只修水系，打不过的话，不妨加点火灵调剂一番。萤火珠，是他。快走！属仙。夜神殿下，
夜神殿下，辽元君，不知殿下营夜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方才我在北天门当值，见一黑衣人突然闯入，一路向这里奔来，不知辽元君可曾注意？不曾见到。你们可曾见到黑衣人？不曾。现下正是续凤涅槃的紧要关头，只怕那黑衣人心怀不轨，意在续凤，还请辽元君随我进去，一道捉拿。天后有旨，今夜紧闭其武功，任何人不得打扰，还望殿下见谅。好吧，方才我与那黑衣人交过手，此人灵力高强，修为十分了得，还望辽元君多加防范。大殿下与我家殿下兄弟情深，末将感怀，不敢懈怠。如此，那便告辞了。皇上，秦农，你带领众将士在此休息几日，本王此次围猎，不日便归。是，皇上。梁国人，随我突围！
天界的人。马蹄声三响一轻，叫声不快，温血马是南边后的赤练军。好像是官兵，走！哎呀，别管这些了，我带你上小道，走！快，搜仔细了！是。你们几个去那边。干什么？那边可搜过了，都搜过了。此处人迹罕至，无人居住，只有猎户和圣衣族的人偶尔来采药打猎。去附近村镇搜搜，遇到冒充王上者，格杀勿论。撤！是。冒充本王，怕是给师君找借口吧？是谁？为何鬼鬼祟祟不肯现身？现身吧！
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先除掉这个家伙。小心！没事吧？你是谁？把我的黄铜片还给我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，公主不用再装了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伤怎么样？不死。你站住！抢不到灭灵剑，杀了变成公主，也算给大王一个交代。有赏！
追过来了，快，杀了火神，好去找大王领赏。说，你到底是不是木慈？你拿灭灵剑，究竟要对付谁？抢不到灭灵剑，杀了变成公主，也算给大王一个交代。有赏！启禀天后，夜神他们便是从这一带下去的。果然灵力涌动，恐怕我们已经找到老巢了。先回天界召集天兵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是。我道是谁？原来是天后法驾。我以为是谁呢？又是你！水神的地盘，你怎在此？果然包藏祸心。这可不是子方云宫。天后一来就气势汹汹地污指我和水神包藏祸心，天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也不想着给天地存些颜面。大胆！你跟谁说话呢？你们窝藏天界重犯，当我不知道吗？我倒要看看，你牙尖嘴利有几条命。我跟这位兄台还真是八字犯冲。原来你是天后的人，看来谋杀锦觅是天后在背后主使了。杀他灭口，将功折罪。是。你终于来了，是你，是我。太湖龙鱼死而不僵，我先前就有一心，你这妖姬，诡诈多端。哼，今日我定要召你去见你的族人。太尉无道，辱我一生，图咬你夺我子，灭我全族。千年来我寝食难安，是要亲赴你们的暴政。今日天地不在，替天行道，杀了天后，也可告慰无辜的父兄和族人了。哼！逆日兵临，原来你就是谋害我儿的幕后真凶。
不错，闻着也不错。殿下的一番孝心，我想洞庭君必会感动的。其实，还有一层意思。我打算待锦觅结束历劫，带他去见母亲。有这两。锦觅仙子那样的性子，定会得老人家的喜爱。眼看就要到洞庭湖了，殿下将这生鸡膏收好，免得洒了。哥的姐姐，李儿，小泥鳅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是不是又离家出走了？不好了，有人要杀娘亲。什么人？金色的。天后。任玉，你也要跟我作对吗？母神，她是孩儿的生母，求母神看在父帝和孩儿的面上，网开一面。你这孩子，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连你小时候的魄力都不如。你忘了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。你是来接我上天的吗？你很想上天吗？待在湖里太痛苦了，只要不待在湖里，我哪儿都愿意去。只要你听我话，跟我走，那你就不用受苦了。那我娘亲呢？你娘亲也会解脱的。这颗浮梦丹吃下去，大梦三生，往事皆如浮云，如你所愿，那你就解脱了，你娘也会解脱了。都是因为我，娘亲才会过得这么辛苦。娘亲，李儿知道你爱我，可是娘亲的爱太痛了，李儿实在承受不住。娘亲，李儿走了，没有李儿这个蚩尤，娘亲一定会很幸福。是孩儿错了，娘，孩儿回来了，孩儿不会再走了，孩儿再也不离开你。润玉，
你可想好了？你现在是天帝之子，难道要认贼作母吗？灵儿，母神，孩儿知道，这么多年来，您总在担心我会与旭凤相争。其实孩儿从未生过此心。我与圣母分别多年，我现在只想和她一起安静的生活，其余的我什么都不要。我向母神网开一面。今日你若选他，你就不要再叫我母神。母神，我求您了，我求您放过他吧，我求您了，我求您了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你们就一起去死吧！我求你了，母神，我求你。最后悔的事，就是遇到天帝。可没有一件事，娘亲从不后悔，就是生下你。从未恨过娘亲，孩儿全都相信。原来娘亲没有抛弃孩儿，是孩儿受了天后的诱骗，服了她的伏梦丹，这才娘这一辈子亏欠你的太多，这些年。娘亲好过的，娘累了，剩下的路就靠你自己一个人去走了。娘好累，你就这么抱着娘，抱一会儿。不，娘，你别睡，你别睡，孩儿这就来救你，孩儿这就来救你。干娘！我能救你，大爹，干娘恐怕已经不行了。
任玉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任玉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夜神节哀。过去1000年，洞庭湖的100万生灵皆仰赖洞庭君的照拂。今日令堂羽化而去，夜神一怒，恐将浮尸千里，还望夜神千万节哀之怒，以天下苍生为念，承继洞庭君遗责，为令堂积德行善。水神，你来的正好，给我杀了这个孽子。好，那今日本座便亲手送你跟你娘亲团聚。住手！祭灶夜宴，便有业果。这么多年，天后四处树敌，果真是问心无愧，毫无忌惮吗？你窝藏宿离这么多年，今日你的地界上又发生这样的事，水神莫要告诉本座，你对这妖姬的阴谋一无所知。见到天地，自有分说。干娘想对你说的话，她的前尘往事，都收摄在这颗夜明珠里了。
凤凰，对了，你春梦里的那位仙子是谁啊？是哪位仙子可以如此荣幸得到你的垂青啊？没有这个人。罢了，不承认也没关系，反正我都看到了，你梦中的那个女子长得跟我十分相似，我随便一问，到时就能问出她是谁了。就是你。什么？我？女孩无意中看到野兽吐出的梦境，正是凤凰抱着一名女子亲亲的场景。八卦的她立马追问那位仙子究竟是谁，没想到从凤凰的嘴里听到是自己。就在锦觅大吃一惊，还没回过神来时，凤凰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说自己怎么可能会在梦中亲锦觅，必定是锦觅没有看清楚，那不是亲她，而是一直在咬她。锦觅一听，瞬间吓傻了，不可思议的看着凤凰，咬我干什么？我真身是只鸟，素常爱吃果子。凤凰极力掩盖自己的小秘密，责怪锦觅不好好修炼心法，还四处给他惹祸添乱，更是表示恨不得扒了锦觅的葡萄皮，晒成干嚼碎了吃下去。这番操作成功的将锦觅吓住，他怎么也没想到凤凰做梦都想吃掉自己，一时委屈的快哭出来。凤凰知道把锦觅唬住了，可又担心吓坏了他，便解释梦境不能当真，这次就当给他个教训，下次再敢偷窥上神之梦定不轻饶，并警告锦觅绝不可将此事告知第三人，否则也不会放过他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不会算数啊？你、我、小仙官加上刘英，那就4个人了。凤凰刚想发飙，锦觅连忙认错，表示殿下说的什么都对，还是6界之中最帅的男子，人也是最好的。锦觅恳求凤凰不要把他变成石头大白菜，也千万不要再咬他了，做梦也别咬。就在这时，刘英和润玉来到了当场，他们发现了穷奇的踪迹。随后几人来到赤刃山的岩洞外，因穷奇受伤又喜爱灵芝，于是锦觅在洞口种灵芝引出他。一想到好友就是被穷奇所害，锦觅努力的种了一颗又一颗，很快地动山摇，穷奇就要出来，但锦觅却没有收手的意思。这回一定要把穷奇引出来，好为肉肉报仇。凤凰见怎么也劝不动锦觅，干脆一把将他抱起带离了洞口，躲在了岩石的背后。随即二人一同观察洞口的情况。锦觅觉得灵芝还不够多，趁凤凰不注意跑到一旁，又开始了种灵芝的任务。眼看穷奇即将走出洞口，好在凤凰及时发现，把锦觅抓了回来。果然穷奇在灵芝的诱惑下，一步一步走向阵法之中，最终经过几人合力成功封印凶兽。但这天锦觅与肉肉分享报仇了的喜悦时，封印着穷奇的御魂鼎传来肉肉的声音：锦觅，我在这里。心思单纯的锦觅轻易上当受骗，被穷奇控制了意志，打开了御魂鼎。瞬间重伤的肉肉出现在眼前，不停的请求锦觅救救他，帮他把身上的火印解开。眼看锦觅着了穷奇的道，就要坏大事，好在凤凰及时赶来打断，随后施法把穷奇关回了御魂鼎，却不料手掌被穷奇的温针所伤，没一会就彻底晕死了过去。如今只有夜幽藤能解毒，可夜幽藤是花界圣草。然而花界与天界积怨已深，想要说服花界把夜幽藤给凤凰，只怕很难。为了救凤凰，锦觅只能先回花界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每生相遇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等待，一起看斜阳。自知命不久矣的圣女，终于冲破心中的枷锁，勇敢地向一王表达了爱意。就在之前，一王多次向锦觅表白，但结果无一例外都是拒绝。此后几天，锦觅躲在房间，不肯与一王相见，这整的一王很是苦恼，不明白自己到底哪做错了，于是有心向侍卫请教一番。若是你的媳妇儿不高兴了，你该如何哄她开心？那就要看看媳妇儿不高兴的程度。若是一般的不高兴，买些新鲜的小玩意儿哄哄便可；若是特别的不高兴，你当如何呀？那就买些更贵的小玩意儿。一王对这个提议不满意，毕竟圣女可不是平常女子，可如今他也没有好办法哄锦觅，只能让侍卫把新鲜又贵的小玩意儿寻来。很快一大堆物件摆放到了一王面前，却没有一样东西入他的眼，直到侍卫把小乌龟拿出来才称心，因为一王认为他胆小怕事，缩头缩脑的样子像极了锦觅。随后一王便带着小乌龟来找锦觅，正好看见锦觅在欣赏一片鳞片，不知鳞片来历的一王很是好奇，于是上前一把夺了过来。锦觅连忙解释，这是一位放鹿的神仙所赠的龙鳞。男神仙还是女神仙？男神仙。听到这里的一王顿时醋意大发，一本正经地说世上哪有龙，对方肯定是一个骗子。不可能，臣亲眼看过好几次，绝对是货真价实的。亲眼所见。一王生怕媳妇被人撬走，紧张地追问两人见过几次。王上这么紧张干什么呀？我哪有紧张？锦觅想要把龙鳞拿回来，表示若一王不信的话，他可以把润玉召唤出来。一王当然10000个不同意，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都不准。而且书上说一条龙的逆鳞，只有咽喉下的一片是月牙状，但龙之逆鳞拔之将死处之毙命。有哪条龙会傻到让人去碰，又有哪个不怕死的会去拔呢？这个骗子连龙鳞都做得那么不走心，亏得你信。一王不相信这是龙鳞，但见锦觅十分重视，因此想要锦觅把龙鳞送给他。然而锦觅却坚定地拒绝了，怕一王生气，又缓和语气解释是朋友所赠，再赠与他人不合适。闻言，一王不再为难锦觅，把龙鳞还给了他，随即又拿出小乌龟送给他。收到礼物的锦觅格外开心。你觉得他像不像你？像。
见锦觅不理解其中表达的含义，翼王便碰了碰小乌龟的脑袋。锦觅懂了，可依然冲不破族规的枷锁。这时的翼王却提出来而不往非礼也。锦觅问他想要什么礼物，翼王说从来自己想要的都只有一个，要锦觅好好想想，便离开了当场。结果这边刚等翼王离开不久，待在原地的锦觅却咳出一口血来。夜里锦觅给枪活过生辰，以前两人说好不用送贺礼，今年锦觅却特地准备了一盆多肉送给他，因为再不送只怕以后没机会。很是讨喜，不知为何，我就觉得吧，他跟你十分神似，特别可爱。等锦觅喝醉过去后，他又遇到了之前梦到的冰霜花，里面的人说锦觅可以帮助自己，他喜欢上了一个人，要出去告诉他自己爱他。锦觅想知道爱是什么感觉，冰霜花里的女子说爱就是看到他就高兴，时时刻刻的都想和他在一起。锦觅对照了自己的状态，意识到自己对翼王就是这种感觉。这时枪火把锦觅唤醒，原来是翼王召锦觅过去一趟，他精心布置了一场皮影戏。等锦觅缓缓落座之后，翼王则开始表演起二人的故事。整个皮影戏中，翼王讲述了自己和锦觅在山上如何相遇，到后面的相处演了一遍，惹得锦觅甚是欢心，于是锦觅也参与其中，与翼王一起演皮影戏。医者为何以杀覆灭呀？皇上，奴家丑。无妨，本王瞎。那如此看来，王上与奴家真是蜈蚣配蝎子，杜仲配牛膝，天造地设，天下无双啊！锦觅看着眼前的翼王，想起他送自己的小乌龟，当即决心勇敢一回，撩起面纱吻向了翼王。惊喜来的猝不及防，翼王被这一亲吓傻了。我刚才是不是特别丑？有没有吓到你？太快了，没看见。于是锦觅干脆解开面纱，再次吻向了翼王。这一次锦觅彻底不顾族规，勇敢地踏出那艰难的一步。也不知二人亲吻了多久，直到完事之后，翼王还有点不敢相信。你不怕死吗？我虽然贪生怕死，但是我更喜欢你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翼王怀疑是在做梦，要么就是锦觅喝多了耍酒疯。锦觅狠狠地掐了一下翼王，证明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梦，并且他也没有喝醉，所说的话皆出自真心。我喜欢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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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喜欢你。相爱的两人在这一夜走到了一起，情到深处，锦觅体内的允丹四分五裂开来。可就在两人正准备再次亲吻时，侍卫却不合时宜地闯进来，打断了他们。是你杀了爹爹，是你杀了李小雨。心手化成雨，烟火收成鳞片。某时在云上，某时在林间。女孩为了给亲人报仇，竟毫不留情杀了深爱自己的男人，却不知此举将令她后悔终生。然而遭受了致命一击的旭凤，却并没有丝毫怪罪锦觅的意思，而是问出了心中最重要的疑问：爱过我？从未。听见此话的旭凤瞬间觉得全世界都塌了。伤他最深的不是捅在内丹经元处的那把刀，而是锦觅冷冷说出口的那句从未。一直以为的两情相悦不过是一场阴谋算计。伤心欲绝的旭凤缓缓闭上了双眼，随即一滴绝望的泪水从眼角滑落。此时一缕青丝飘飞来到锦觅眼前，正是之前为了查看旭凤内丹经元在哪，以爱之名赠送给他的一件信物。果然旭凤将它贴合在了自己内丹经元之处。尽管锦觅体内的允丹早已被修复，可现在的他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旭凤浓烈的爱，只是在允丹的压制下依然不懂情是什么，直到眼睁睁看着旭凤一点点消散。不愿染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。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它去不回。但愿洗去浮华，掸去一身尘灰。再与你一壶清酒，话一世沉醉。回忆如潮水般涌来，占据锦觅的心扉，万分悲痛之下，竟吐出了绝情的允丹。因此，锦觅被压制的情感终于得到释放和觉醒。生生灭灭，浮华是非，待花开之时再醉。随后承受不住打击的锦觅晕死过去，而天地终是不忍心看着旭凤灰飞烟灭，他强势催动灵力化身为龙，用自己的元神留下了旭凤最后一魄，并在临死前交代穗禾一定要救回旭凤。自此以后，悲伤过度的锦觅一睡就睡了半年，醒来后恍恍惚惚，总觉得一切都是一场梦，但还是想起自己是真的杀死了旭凤，顿时伤心的泪水便控制不住的往下。蜜儿，蜜儿。当上了天帝的润玉听到锦觅苏醒，兴奋的立即过来看望他。可锦觅的眼里心里只有旭凤的存在，此时的他只觉得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在痛。我好难受，可是我不知道哪里难受，我的嘴里都是苦的。好，蜜儿，
只要吃了糖就不苦了。润玉明白锦觅是为旭凤的死而难过，只能变换出甜甜的糖给锦觅解苦。但没想到锦觅刚把冰糖放入嘴里，下一秒冰糖就和着血水吐了出来。就算看到锦觅是如此痛彻心扉，执着的润玉也绝不会放她离开自己。看到门外属于他们之间的昙花开得很好，润玉自顾自的承诺等锦觅身体恢复，要在这个春天为两人补办一场大婚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每生相遇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等待，一起看斜阳。女孩心甘情愿被魔尊扑倒，怎料对方口中却唤着另一个女人的名字，顿时就令爱她如命的锦觅心如刀绞，满心的欢喜在这一刻都化作绝望，随即跌跌撞撞仓皇逃离了当场。起初锦觅只是想远远的看旭凤一眼，她看见大殿内歌舞升平，好不热闹，而身为魔尊的旭凤则逍遥自在的饮着酒。可锦觅又想离心上人更近一些，于是隐身走进大殿内仔细观看，但没想到侍女仅仅是呈上去一颗葡萄，就让旭凤的情绪像火山一样爆发开来。是谁把这葡萄端上来的？不知道尊上最讨厌这水果吗？尊上饶命！尊上饶命！凤凰，你果然恨透了我。回到天界，锦觅看着二人的定情之术，明白自己对不起旭凤，不该再去找他。可那颗爱他的心怎么也控制不住。此时锦觅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挣扎，最终他决定把选择权交给凤凰树。如果凤凰树开花，就再去找他；如果不开花，此生永不再见他。锦觅施法后闭上双眼，等待着结果。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凤凰树恢复生机，开满了绚烂的花朵，因此锦觅有了再去找旭凤的勇气。他幻化成小兔子溜进了大殿中，殊不知旭凤一眼就看破他的障眼法，故意在宴会上和穗禾大秀恩爱，当着众多人的面亲手为他披上武侠配衣。见此情形的锦觅当即沉浸在了悲伤中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侍女抓在了手里。穗禾看这只兔子生得好看，便向旭凤讨要，准备把它驯服成为自己的妖宠。有些东西不是你想驯便驯得来的，你真想养它，却不知哪日它会反扑于你。不过是一只兔子罢了，何况它这么乖顺。乖顺？让本座看看，它真的乖顺吗？在看到那对熟悉的兔耳朵时，瞬间就令旭凤陷入了回忆。那是他第一次带着锦觅去魔界。好看吗？啊，好看吗？这些美好的回忆不禁让旭凤动容，伸手想要触摸眼前这只可爱的小兔子，但锦觅觉得不能让旭凤发现是他，可一时又没有好办法让自己脱身，情急之下只能朝他的手咬下去。生气的穗禾直接命人将兔子处死。为了救下锦觅，旭凤假装愤怒不已，要对兔子拔毛去皮上火架烹烤。还好这一招下的穗禾提前离去，旭凤在悄悄施法让侍女松了手，成功的让小兔子逃脱了他们的魔爪。等到了安全的地方，锦觅立即变回了原样，可他并不甘心就这样离开魔界，悄悄摸摸的潜进了旭凤的寝宫，见他睡着便坐在床边诉说心里的话。你这么恨我，我却好想你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我真的好想你。随后锦觅又为咬他的一口道歉。这时的旭凤迷迷糊糊的说要喝水，没想到就在锦觅准备去拿水时，我在情书里找到每生相遇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等待，一起看斜阳。当锦觅摸到那被自己捅的伤疤，便不再挣扎，可下一秒却听到旭凤唤着穗禾的名字。接受不了的锦觅立即推开了旭凤，伤心的他来到一处无人的寂静之地，想到旭凤和穗禾已经如此亲密，锦觅就认为自己实在太没用，明知如此还要来自取其辱。此时的他很想找人诉说内心的酸楚，于是施展召唤燕幼君的法术，岂料被召唤来的是重伤昏迷的燕幼君。顾不上难过的锦觅当即决定先把人带回花界再说。你又算什么好东西？当时旭凤背后那一捅还不是你捅的吗？那还不是因为你？没错，我受你的愚弄，我做了很多不可饶恕的错事，可那些报应我都承受了。但是你做的每一件我都记在心里，你所造下的罪孽一件都别想逃过。心思歹毒的穗禾终于露出真面目，而这却多亏了月下仙人的神助攻。他真情实意地诉说旭凤复活的真相。锦觅不仅用变色之力交换了玄穹之光，更是用自己的真身来承载玄穹之光。可锦觅的真身不过是一片霜花，因此被炼化的他差点灰飞烟灭。听完这些的旭凤终于明白自己错怪了锦觅，便径直走到锦觅面前，真诚地向他道起了歉。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闻听此言的锦觅立即露出了震惊之色，因为旭凤转变之快让他有点不敢相信。没想到下一秒旭凤就牵起了锦觅的手，并希望锦觅给他以后好好补偿的机会。若锦觅愿意，从此旭凤便和他夫妇一体，就算岁月混沌巨浪滔天，也绝不放开他的手。此时锦觅感动的完全相信了旭凤的情话，随即一头扎进了旭凤那久违的怀抱中。旁边的穗禾看到这一幕简直快气疯了，而月下仙人何流英则是一副欣慰的模样。这对有情人历经坎坷终于解开误会在一起。锦觅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拥抱他最爱的凤凰，也不知二人如此深情款款的抱了多久。极度成狂的穗禾是一秒也看不下去，于是趁锦觅还沉浸在失而复得的喜悦中时，祭出琉璃净火准备要了他的命。好在
旭凤及时察觉穗禾的意图，将这致命一击给阻止了下来。琉璃精华，果然是你！你原来早就怀疑我了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只是你们设的一个局而已。穗禾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承认是你杀了我弟弟跟林秀仪吗？是又如何？我那么做还不都是因为他？事已至此，穗禾仍然没有意识到错误，只是伤心地诉说自己那么真心爱旭凤，他却联合他人只为激出他的琉璃净火。对穗禾来说，旭凤这般做真的是好狠。说到狠紧，密气就不打一处来。穗禾杀了他爹爹和林秀仪，也是他陷害旭凤重伤晏幼，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个不狠？今日锦觅便要和穗禾算个清楚，但穗禾觉得锦觅也不是个好东西，因此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。随即穗禾开始酝酿大招琉璃净火。同时，锦觅也正酝酿着自己的大招。紧接着，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，就这样打起来的，他们谁也不让着谁。可健壮的旭凤生怕锦觅受到一丝伤害，当即毫不留情地出手击退了穗禾。顿时，众人皆把目光投向了旭凤，毕竟大家都知道穗禾和旭凤有几分情谊。果然，片刻之后，穗禾开始道德绑架，说自己耗费一身灵力保旭凤行破。难道旭凤就是这样报恩的吗？旭凤明白他对自己有恩，所以不杀他，但要革去他鸟族族长之位，还有琉璃净火。可仅仅这样做还是对不起很多人。旭凤认为穗禾心中的恶因他而起，作为穗禾的表兄，未尽到规劝引导之责，因此旭凤决定散去自身的半数修为，给所有受害者一个交代。散去这半身修为，既是对我的惩罚，也是对你的归结。众魔听令，传谕魔界，日后再见此女，若她改邪归正，不得为难；若她护恶不改，格杀勿论。说完，旭凤便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当场。而此时报完仇的锦觅心里却是百感交集，他不知道旭凤之前跟自己说的情话出自真心，或者只是为了激怒穗禾。刘英要算木瓷的账，准备杀了穗禾。锦觅连忙拦下刘英的鞭子，他觉得穗禾已经是个废人，活着比死了更痛苦，所以由他去吧。但刘英不想就这样便宜了穗禾，于是命人将他流放荒原，永世不得踏出魔界。写一封情书，一出剑作为开场，万年一段，千年一行，1000年10000年，从此两不相忘，人世间如何慌张。旭凤苦等500年，终于等到转世的心爱之人，而他之所以能和带着记忆的锦觅再续情谊，这一切多亏了未卜先知的斗母元君，给了锦觅香灰护体，保住他的一丝元灵。再者，天魔大战，锦觅以身殉国，拯救6界于水火，乃是无上功德，所以在那刻他的致命情结就已解除。因此，斗母元君非常直白地告诉旭凤，锦觅会在他们最初相恋之地等着他。500年后，锦觅降生在唐月居，从小就痴迷于修炼，琢磨如何才能入魔。只因拥有前世记忆的他一心想见到旭凤，怎奈长大的他依然没有能力去找寻心上人，于是听从爹爹的旨意，嫁给当今宰相之子。锦觅相信那只爱吃醋的凤凰定会出现。果然，当他的花轿经过一片树林时，化身为火凤凰的旭凤赫然盘旋在半空，顿时就令迎亲的众人感到惊奇不已。没想到下一秒，火凤凰就引发了爆炸，瞬间将迎亲队伍吓得慌忙逃离。片刻之后，旭凤变回原本模样，帅气登场。而他等了500年，才有了与锦觅相见的机会。此时他的心里真可谓是又激动又忐忑。好在掀开轿帘后的结果并没有让他失望。我来了，可是我已经收了相府的聘礼了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那真是可惜了，我还准备了6000年的领地。如此这样，我只好勉为其难了。每生相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。历经磨难的二人终于走到了一起。旭凤希望今生今世永生永世，锦觅都只能成为他的妻子。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7年，两人也有了爱情的结晶，一家3口过着幸福平静的日子。这天，他们的儿子白鹿正在钓鱼，刘英的女儿青天看到不禁询问，得知白鹿是在钓媳妇，便告诉他：“你是不是傻啊？媳妇儿得用抢的。”青天告诉白鹿自己判中了一个人，现在准备去昆仑把他给掳了来，庆祝自己510岁的生辰。如果自己被捉了，记得喊旭凤舅舅去救他。而魔界在刘英的管理下繁荣昌盛，花界特地送来水神培育的新品种。刘英想起心爱之人，便给他取名渊源，而被流放的穗禾变得疯疯癫癫，结果误入山洞，成为傻子的盘中餐。这么多年，润玉还是无法放下锦觅，他特地来到人间询问锦觅是否幸福。锦觅微微笑着看向身旁的儿子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你自然是幸福的。还是那句话，繁花似锦觅安宁，淡云流水度此生，
如今润玉变回了温润如玉的小玉仙官，但他和锦觅的关系已经无法回到从前，两人之间的相处只有尴尬和疏远。尽管润玉心里万分不舍，也只能无奈放手。润玉前脚刚走旭凤，后脚就出现在了当场，来迎接锦觅母子俩回家。此时回到天界的润玉坐在那高台上感伤，就算报了仇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，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天帝，得到了想要的一切，可自己还是一无所有，求而不得，便是天帝也无可奈何。但润玉却忽略了一直陪伴他的矿路，漫漫上神之路，矿路和野兽会永远跟随他。润玉这边充斥着无尽的孤独，锦觅这边则满眼满心都是幸福。即便此时的他依然看不到色彩，整个世界只有压抑的黑白色。然而锦觅的心里一点也不难受，因为和心爱之人待在一起，他们的笑就是最绚丽的繁花盛景。1000年10000年，从此两不相忘，任时光什么今宵。我总是能记得悲伤重逢的时刻，你都说别来无恙。在那命运的客栈，熙熙攘攘的过往，我们眺望山外青山。这婚我不能结了。事情就是这样。什么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锦觅，花界自是全力保你安泰，只是你出逃的消息恐怕瞒不了多久。润玉不会拿我怎样的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寻到彭宇来治好旭凤的金丹反噬。没想到就在这时，老胡急匆匆地闯进来，说润玉已经率领天兵天将追到了花界。于是长方主立即让锦觅去后殿避一避，而他则带着诸位方主出去对付润玉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绝不会把锦觅交出去。这一行为却导致润玉不再与他们和气，直接闯入花界，是要把锦觅带回去完婚。可等润玉气势汹汹地来到大殿之中，却只发现了燕佑君一个人的身影，便立刻询问他锦觅究竟在哪里。怎料对方不仅撒谎，还不肯归还人鱼泪，并叫嚣着想要的话就要看天地的本事。随即两人皆化成一道光，消失在了当场。而此时的锦觅正在长方主说的位置，寻找治疗旭凤金丹反噬的仙草彭宇，可找了半天依然一无所获。连翘得知锦觅要寻找的东西后，尴尬地表示那玩意儿被他娘摘来，包成羊肉饺子全都给他吃完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你知不知道那